I've been trading for over 8 years, and when I started, I was risking $25 per trade, just trying to figure out a process that worked. And fast forward to now, I'm lucky enough to have 5-figure profit days and be managing and trading well over. 粉丝来搞的策略啊，这套方法非常简单。原作者说，他就靠这个策略啊，每天盈利都是5位数啊。我随手一测啊，从去年到今年的7月份啊，交易黄金，本金1万啊，1年半的时间是到了5万6。前不久，一位粉丝给我分享啊，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非常牛逼的交易策略的视频啊。原作者声称呢，这套方法非常简单啊，就是说他就靠这个策略赚了多少啊。那么粉丝也很好奇，想知道这个策略真的有那么什么啊？所以我呢就去看了一下啊。那么原作者的他的原视频啊，是他自己是已经删除了啊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。那么我看的是别人转载的内容啊。这个策略的逻辑呢，它表面上看确实很诱人啊，因为它精准拿捏了新手交易者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幻想啊。那么我总结了一下它的5个的核心步骤。第一步，等待时机，它会等待像纽约的开盘时段的剧烈波动过去，市场开始形成日内趋势，它才去交易啊。也就是它并不是说在所有的这些行情段都去做交易的啊，它是有选择的啊。然后第二步就是判趋势啊，原作者的话，他是使用了3根 EMA 啊，分别是20、50、200周期的 EMA 来进行趋势的判断啊。如果是空头排列的话，那么就只做空啊；多头排列的话，就是只做多啊。我这里先隐藏掉啊，因为盘面看起来不清晰啊，加上的话。然后第3步就是找区间啊。当我们确定好趋势之后，就找到最近的一段上涨或者下跌的波段啊。也就是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和低点。那么第4步呢，就是根据这个高低点，我们拉一条这个斐波那契的回调线，然后进行斐波那契的分批入场啊。分批的话，其实就是这个策略的一个核心啊。比如说这里我们从高点到低点拉了一个斐波那契回调线，然后在0.382、0.618这些回调位置去做交易计划啊，进行分批的做空或者说是做多啊。然后第五步的话就是一个聪明的止盈，这也是为什么原作者说它是高胜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啊，当然也是一个最大的迷惑点啊。如果你只是触发了第一笔订单的话，那么它的止盈位置就会设置的比较远啊，也就是斐波那契的 1.272 的位置啊，止损它会设定在负的 0.05 的位置啊。这样看的话，其实盈亏比还行啊。但如果行情并没有如愿进行下跌啊，做空的话就是下跌，做多的话就上涨啊，并没有如愿的话，那么就会触发后续的一个补仓的加仓点位。触发了这些加仓点位之后呢，它的止盈目标就会向着开仓点位不断的进行靠近啊，它目的就是让整体的这一篮子交易的头寸尽快的解套啊。但是所有订单的止损还是在负的 0.05 的位置啊。所以其实是一个很低的盈亏比了啊。原作者说他的盈亏比就是 0.2， 亏的话就是亏1啊，赚的话就是赚 0.2， 真的是非常非常低啊。这就是这个策略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核心思想啊，就是通过分批的补仓去制造单个结构的一个高胜率啊，通过不断的这个补仓拉低成本，然后降低盈利预期，来达到这个盈利平仓的一个特点。好，我们看几个例子啊，就以这个吧，这是一个做空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均线是空头排列啊，还是把它隐藏啊。空头排列之后，我们寻找最近行情的一个高低点啊，然后给它拉一条斐波那契的 retracement 啊，就是我这里使用的是 Trading View 的啊 ，Trading View 的这个斐波那契这个回调线的一个工具啊。就是这里，从这里往这里拉一条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斐波那契 0.382、0.618， 包括这个 1.272、负的 0.05 的位置啊，进行一些挂单。那比如说这里的话，这里就是我们空单的一个进场位啊。进场之后呢，行情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止盈，所以就来到了反向，来到了我们加仓的第一个点位，这里又加仓，然后后续这里又加仓，然后2笔加仓进去之后，现在这个策略的操作就来了，就是它的止盈的话就会不断的进行修改啊，从一个很低的点位，它会不断的往上拉高啊，拉到什么位置啊？就是刚好覆盖掉
这3个仓位成本价，然后再向下来一点点的一个位置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价格它只要稍微下跌一点点啊，那么针对于这个策略来说，就算盈利出场了啊，就是账户记录上又多了一笔盈利啊，胜率呢又加了1啊，听起来是很完美啊，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，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的利润啊，我们是承担了几乎翻倍的一个风险敞口啊，因为你打到这里的这个止损价位的话，就是实打实的 ER 的止损啊，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止损价才推算出进场的初始手术和加仓的这2笔手术的，所以只要打到止损，那就是实打实的亏了 ER 的止损啊。原作者也说他的止盈呢就是 0.2 啊，所以这样的盈亏比其实真的是很低啊。这是一个做空的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做多的，这是一个做多的啊。然后均线的话是多头排列啊，这没什么好说的啊。然后假设我们识别到了最近的，注意啊，是最近的高低点啊，最近的高低点啊。其实这真的很主观啊，因为高低点你行情走出来再看的话，当然是很明显啊。但是你如果身处其中的话，反正就很主观啊。比如说这里我们就是识别到了它的高低点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画一个斐波那契回调线，在这里进行进场。进场之后呢，行情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止盈，反而来到了我们加仓点位1的这个点位啊。我这里就假设它进场了，但是实际情况可能会因为滑点的话，这笔订单并不能进场啊。假设进场之后呢，它就会把它这里的止盈价位不断的向下调，调到什么位置呢？调到这2笔订单都能够加起来能够微微盈利啊，微微盈利个 0.2R 的位置，它就进行平仓出场啊，也就认为啊这是盈利了。然后这笔多单的话也是同样的啊，当然这是手动复盘啊，手动复盘你总是能挑到最完美的案例啊，但是一个策略它到底行不行呢？按照我们的习惯的话，必须是让代码进行无情的啊六亲不认的这个量化回测啊。于是呢，我是把原作者的这些交易规则啊，我是尽可能的客观的去写成了一个 EAA 啊。但是写的过程中呢，我就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原作者啊他的这套逻辑啊里面充满了这个主观上的一个判断啊。就比如什么叫做最近的明显的高低点啊，还有原作者所画的这种趋势线啊，这种模糊的词语对于我们人来说是可以感觉到的啊，但是对于程序来说，你必须是要有精确的定义啊。但如果你只是在这像我刚才这样的看图说话，那么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啊。我说这是高低点，它就是高低点啊。我说不是，那这就不是啊。包括你看到的高低点和我看到的高低点啊，你看到的这个趋势线和我看到的这个趋势线能够达到真正的统一吗？这很难说啊。所以这也是这个主观交易和量化交易一个根本上的区别啊。虽然很主观啊，但是我还是尽我可能去写了啊。我尝试了这个时间的高低点，也尝试了这个价格，包括斐波那契回调位，我也尝试用枢轴点去做，用日线的这个枢轴点去做，包括判断趋势，我也用了原作者所说的这种均线啊，3条均线判断趋势啊。但是结果就是，即便我尝试了各种组合啊，用最宽松的条件去模拟啊，但是回测的结果也还是差强人意啊，乏善可陈啊，就不值得一说啊。盈亏比太低了啊，再加上各种摩擦成本啊，很难真正长期的正收益啊。但是我还是想挣扎一下啊，所以针对于这个趋势的定义啊，还有盈亏比，我做了一些关键的修改啊。原策略的这个斐波那契的3条均线的3条斐波那契的回调位我还是保留了啊，也就是它的加仓包括首次进场的这种模式啊，我保留了，所以就诞生了目前这个版本啊。我写完之后回测了一下去年到今年的黄金啊，感觉还是有那么点优势啊，当然也得益于黄金24年表现确实比较好啊。那么我大概的一个修改之后是这样的啊，首先是针对于这个趋势的判断啊，我放弃了简单的这种3条均线 EMA 啊这种方式啊，可能会比较滞后啊。我改用了这个线性回归分析啊，就是 EA 它只分析特定时间段内，比如说凌晨1点到9点的 K 线啊，这一段的 K 线，通过计算价格走势的一个斜率去判断趋势是否存在啊，有多强啊。
没有趋势就不做啊。这样的话，既不依赖原作者所说的这种之后的均线啊，也不依赖原作者所说的这种趋势线啊，就是让它尽可能的客观化啊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修改了这个风控啊，止损呢是根据最近的一个range，最近的一个波幅去动态计算的啊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是设计了一个固定的盈亏比啊，比如你可以设定为3:1、5:1，或者说就是你直接就是不要止损了，直接以这种时间啊，让时间决定是否出场啊。本质来说就是想杜绝原策略那种亏大赚小的一种模式啊。就是我可以接受这个盈亏比低啊，但是不能太低。然后就是仓位啊，仓位的话，我这里根据 Fibonacci 3个回调位置设置了不同的这个风险权重啊，看你是想在初期的阶段就使用大仓位，还是说你想在后期加仓的位置使用大仓位啊。当然，通常来说，这种浮亏加仓的模式啊，都是越后面仓位越重啊，因为想尽快解套嘛啊。当然，这里的话只是说明这三个回调点位，他们所占的这个仓位比重啊，最终的话，它的一个亏损的上限啊，就是3条回调位、3个加仓点位全部进场之后都被打了止损，那么它总共亏的就是我们这里所限定的这个数值啊。然后我进行修改之后呢，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，就把它放在黄金2024年至今的一个图表上跑了一下啊，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曲线啊。这个收益的话，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已经化腐朽为神奇，点石成金了啊？那么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，恭喜你啊，要让你失望了啊。因为这个经验的结果啊，它只是一个巧合啊，只是一个巧合，它只是恰恰适应了2024年黄金的特定行情而已啊。比如说我们这里把它的这个时间拉长看一下啊，比如说我们改到2018年看一下啊，然后其余的不变，我们点击开始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那么哎呦，对，这里还仓位过大，还给爆仓了，修改一下。那我们把这个回测周期拉长，拉到过去的这个4年、5年、6年、7年，结果呢，你们也看到了啊，这个资金曲线啊，虽然它是正收益的啊，虽然确实这里是正收益的，但是呢，长期来看的话，这种起伏的话，还是不太合格的啊。那么24年这一段行情，这段高光的行情啊，在漫长的这个历史数据面前来看的话，其实它就是一种巧合啊，正好是这个昙花一现啊。针对于这个手动交易者来说呢，可能感觉复盘了1年多啊，1年多是700多笔交易啊，应该够了啊。但是事实证明它就是不够的，你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很幸运的结果中去啊。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策略的尝试呢，我个人感觉啊，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啊，最起码它又印证了一个观点，就是不要用小样本去做统计分析，不要用主观的感受去评判市场。